要我说，老家的房子该重修了，你出钱，东屋给大孙子，西屋给小孙子。奶奶，修完房子我是不是就有自己的房间了？你是女孩啊，老屋留房肯定先紧着男孩，女孩子长大了总要嫁出去的。妈就是随口一说，弟妹别往心里去。就他那点工资够干什么的？妈，你刚才饭桌上说的太直了，弟妹脸色都变了。变就变，我又没说错。不是说错，就是话说死了。回头你再开口让他拿钱，不就难了？难什么难？这房子他不出钱谁出？佳明自己那点工资能顶什么用？也是，真要一次修下来，没个20-30万可不行，所以才得趁现在。他现在还愿意往家里花钱，赶紧把房子翻出来。等以后他心思变了，再想让他拿就难了。继续说啊，怎么不说了？弟妹，你什么时候过来的？我们就是随便聊聊，聊得挺明白的。房间都留给你孙子，安安随便挤挤，钱都让我出是吧？你偷听长辈说话，要不是我听见了，还真不知道你算得这么细。你嫁到陈家来，家里修房你不该出力吗？出力可以，前提是别拿我的钱给你们家孙子攒家底。弟妹你别这么说，妈也是为了这个家。嫂子，你儿子的房间要靠我修，你当然觉得他是为了这个家。你今天是存心回来找事的？不是我找事，是你们给孙子的房，凭什么让我掏钱？因为你是陈家的儿媳，你挣了钱不先顾家里，难道留着给外人花？原来在你眼里，我女儿是外人。我什么时候说她是外人了？你刚刚说的还不够清楚，只有孙子才配有房间。既然这样，那房子跟我们母女有什么关系？怎么了？你来的正好。你妈和嫂子刚才说，房子修好了后，东屋西屋都留给孙子。安安一个女孩回来住哪儿都无所谓，钱还要我出大头，你知不知道？你们怎么把话说成这样了？什么叫说成这样？老屋留给男孩有什么不对？我问你，你知不知道？老家房子本来就是这么个意思。行，你承认就好。你别这样，一套老房子至于吗？不给我女儿留房，却想让我出钱，当然至于。安安以后在城里长大，又不缺住处，你非盯着老家这点东西干什么？我盯着的是东西吗？是你们把我女儿踩在脚底下，还觉得理所当然。谁踩她了？我不过是实话实说，女孩子本来就不一样，她将来是要嫁出去的。奶奶，我不是你的亲孙女吗？你当然也是，可女孩跟男孩怎么能一样？爸爸，我不能有房间吗？你还小，别问这些。为什么不能问？是因为我是女儿吗？小孩子懂什么呀？妈妈，我刚刚画了一个房间，现在我是不是不能放在这里了？放不放在这儿不重要了。你又要干什么？带安安回城。你别闹了，大过节的你甩脸子走，让妈怎么下场？妈说话是直了点，但她也没别的意思。没别的意思，她的意思很清楚，房子给孙子，我出钱，安安靠边站。老家都这样，那你就跟老家这样的过去，我不奉陪。你走就走，谁拦着你了？可修房的事你别想躲。佳明是我儿子，你们两口子的钱本来就该我家里花。既然房子跟我女儿没关系，这钱你一分也别想从我这儿拿。还有，以后别再拿一家人这3个字压我。你要真把我们当一家人，就不会只给孙子留位置。弟妹，别说气话，修房的事儿还能商量？不能商量。你们商量房间归谁的时候没带上安安，现在商量出钱也别带上我。你今天出了这个门，以后别后悔。该后悔的人不是我。走，有本事你就别回来。妈，你少说2句。一个丫头片子，还真当金贵的不得了。妈妈，是不是因为我问房间，大家才吵架的？不是，是他们本来就不对。那我以后不问了。你可以问，也可以要，因为你本来就该有。真的吗？那我还能有自己的房间吗？能，而且是只属于你的，不用看任何人脸色。你至于吗？为了这么点事儿，把家里闹成这样。你女儿当着你的面被说不配有房间，
在你眼里叫这么点事儿？妈说话就是直。那你继续听她直去。修房的钱我不会出，以后你要是敢动我账户里的钱，我们法庭见。妈妈，你刚刚好厉害。以后你受委屈了，妈妈都会这么厉害。明天回来把话说清楚，房子的事不能就这么算了。只给孙子的房免谈。你尾号1688账户申请转出10万元。你动作倒快。比你背着我转钱慢了一点。那10万是定金，工人今天上门量房，妈昨晚已经答应了，你非要这么做吗？你先回答我一个问题，转钱之前你打算告诉我吗？既然没打算，就别问我为什么关卡。那是家里的卡，我每个月往里打钱，不代表你可以拿去办我不同意的事儿。工人已经在老家了。妈昨天把话都放出去了，你让妈怎么收场？放话的是他，收场的也该是他。有事直接说。弟妹啊，是这样，妈那边现在有点急，工人都到了，空跑一趟也不好看。你看，要不这样，先别说修不修大的，咱们先把定金垫上，后面再慢慢算。你这是来借钱还是来当说客？一家人说借钱多生分，就是先垫一下。你条件好一点，先帮忙垫一下。给你俩儿子盖的房，凭什么我垫？弟妹，妈要面子，你总不能真让他在村里丢脸吧？他想留面子就自己拿钱啊。你这个狠心的女人，这下工人全走了，还害我丢了这么大的脸，你满意了？我告诉你，我现在在安安学校门口的奶茶店，你再不来见我，我就亲自去接安安回老家。我现在过去，你敢去找安安试试？你可算来了，工人今天白跑一趟，还让我赔了200块车费，你高兴啊？这钱谁答应的谁赔。你就这么不把我放眼里？您今天来不就是想让我掏钱吗？那我直接告诉您，不可能。修的是老陈家的房，又不是给外人。从前家里有事儿，哪次不是你搭把手？现在不过是修个房子你就翻脸。以前搭把手，是我以为你们把安安当家里人，现在我知道不是了，那就没必要继续装下去。您不是一直说房子给孙子天经地义吗？那就让天经地义的人出钱。行，修大的先不说，漏雨和厕所总得弄吧？这个你管不管？我可以找人看，也可以出正常修缮的钱，但谁想借这个机会多修一间房都不行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一个当妈的，连修自己家房子做不了主啦？做主可以，拿自己的钱做。你非要这样？以后你和佳明怎么过日子？你真不怕闹到离婚？你别以为我看不出来，你就是仗着自己赚得多，想压我们家一头。你要这么想也行，反正钱还是没有。还有，怕离婚的人不该是我。行，你记住你今天的话，也别怪我不张嘴了。妈妈，我在美术课上重画了，真好看。安安越来越厉害啦。我没画奶奶家，我画的是我们自己家。妈妈看到啦，这里面还有妈妈的房间呢。谢谢你，安安。好啦，坐好，我们出发回家啦。妈妈，奶奶今天来找你了吗？谁告诉你的？我刚才放学的时候看到奶奶在路边，她没看见我。以后如果奶奶单独来找你，不要跟她走，先去找老师，给妈妈打电话。但是妈妈，奶奶是不是不喜欢我？她更喜欢男孩，但是妈妈最喜欢安安。那爸爸呢？那天我问爸爸我有没有房间，他没有回答我。是不是如果我是男孩就不一样了？不是你不够好，是他们想法不对。安安，你很优秀，妈妈一定会让你拥有自己的房间。真的吗？当然。太好啦！我妈今天找过你了，你们说什么了？说你们自己修房，别找我。你非得把人逼成这样，现在村里人都笑话她，连嫂子都埋怨她。那不是正好吗？至少她该知道，不是答应了别人，别人就得替她买单。你现在说话越来越冲了。比不过你直接转10万冲。行，不说工人的事儿，咱们说点实际的。老家真有些地方该修了，你总不能完全不管。我今天已经跟你妈说了，正常修缮可以，大修翻新不行。那钱你出多少？
太少了，我妈不会同意的。看报价多少，同不同意那是他的问题。你知不知道你现在这样，很像在跟家里人谈生意？因为你们先把我当外人算计。安安今天怎么样？你终于想起来问他了。我在跟你说正事儿，你能不能别句句带刺？爸爸，怎么了？老师说明天要带家长照片，我想找以前那张3个人的，在抽屉里，去拿吧。爸爸，你还要回奶奶家修房子吗？为什么这么晚？因为我听见你们说了，如果修了，我是不是还是没有房间？啊，照片一会儿妈妈陪你找，你先回房间休息吧。你连哄他一句都不愿意说。我不是不愿意说，是你非要把事情弄成这样，弄得我说什么都不对。不是我弄的，是你自己搭不上来。你要怎么样才能把这件事翻过去？翻不过去了，我已经约了律师，明天下午去见。你来真的？就因为一个房间？你到现在还觉得是一个房间的事？那既然这样，我们也没什么好说的，你走吧。你真去找律师了？你把事情做到这一步有意思吗？挺有意思的，至少比反复跟你们解释强。律师跟你说什么了？说我这些年转出去的钱，能找凭证的都先整理出来，夫妻共同财产、共同支出单独补贴分清楚。你现在连账都要跟我算，许静兰，你别太过分。过分的是你们拿我的钱当默认选项。还有事吗？没事，我挂了。你今晚回来，我们谈。可以，带着你这几年往老家转过的账单来。你还真开始算了。刚好你回来了，一起看。我不是来陪你查账的，我是来谈离婚的事儿。那正好，查账就是离婚的一部分。这都是什么？近3年我转给你妈和你嫂子的钱，生活费每月5000，逢年过节另算。去年你嫂子说孩子补课紧，我转了8000，在前面老家换热水器12000，冰箱5600，还有你妈说腰不好要买保健床垫9800。你把这些都记着，有意思吗？我之前不记，是因为我以为花在家里，现在我发现你们说的家里不包括我女儿，那我当然得记。你又绕回来了。我不是绕，我是在告诉你，你们觉得理所当然的钱到底从哪儿来的？妈妈，这道题，妈妈，你们又在吵架吗？没有，爸爸在看东西。你把题拿来我看。爸爸，你要搬走吗？谁跟你说的？我听见你说离婚了，离婚是不是就是不住在一起了？那以后家里就剩下我和妈妈了吗？那我以后会有自己的房间吗？啊，你先回房间吃水果，等等妈妈进去陪你。你看，他现在最担心的不是离婚，是你们是不是还在嫌他？你别什么都往我头上扣，我做什么了？你从头到尾都没正面告诉过他，他和男孩一样重要。就算这件事我处理的不好，那你现在想怎么样？真离了，孩子怎么办？孩子当然跟我，你要跟我争孩子，你连奶奶一句女孩不一样都反驳不了，现在来问孩子怎么办？律师怎么说的？说先固定证据，包括流水，我这些年承担的家庭大额支出，还有房贷。你准备的挺齐，看来不是1天2天想离了。喂，佳明，你嫂子刚跟我说，她今天去找律师了，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她疯了，就为修个房子，她要离婚。你先别激动。我怎么不激动？她要是真把婚离了，村里人怎么看你？怎么看咱家？你赶紧劝住她呀！妈，你要是不想丢脸，最该做的是闭嘴。你在旁边，好啊，你还真有脸说，你把家里闹成这样，你还有理了？有理，而且现在不止修房的事儿了，是我不想再给你们家添钱了。你说谁？你们家？您不是一直分得很清楚吗？孙子是一家人，孙女不是，那我现在也分清楚。佳明，你把电话给他，我跟他说。您不是正在说吗？正好我也有一句告诉您，以后生活费所有红包都停了。喂，妈。你说什么？你凭什么停我的钱？凭我愿意给的时候是情分，不愿意给的时候你也管不着。佳明，你听
妈，你先别说了。我不说，他都气到我头上了。你现在连我妈电话都敢挂。我以前就是太不敢了，要不是看在安安还在家，我今天不会只说停生活费。那你还想怎样？把账算清楚，把关系断干净。你真以为离了我你能轻松？至少不会再拿我的钱去补别人家的窟窿。什么别人家？那是我妈。所以呢，她是你妈，不是我和安安的债主。吵到你了？妈妈，你别哭。我没哭。可是你声音跟快哭的时候一样。要不那个房间我不要了，奶奶的钱你也别给了，我们两个过，好不好？爸爸，如果你跟奶奶一样觉得男孩更重要，那你以后就别来找妈妈吵架了，好吗？你听见了吧？连安安都看明白了。你真打算把妈那边彻底断了？她身体一直都不好，而且你明知道我工资撑不住这么多。那不是我的问题，以前是我给你们兜底，给习惯了，现在我不兜了，你们才发现底下是空的。可这个空不是今天才有，是你们早就该自己面对的。你什么时候开始整理这些账的？昨天晚上。这么快？因为我早就攒够了15。钱呢？他刚才说停生活费是真的假的？真的。那你还坐得住？你赶紧想办法呀！这个月我还要去复查，你嫂子那边孩子补课也等着用钱。妈，以后别再提修房了。什么意思？就是字面意思，房子不修了，修不起，他不会再出1分钱。他凭什么？弟妹，没打扰你吧？我就说2句话，方便进去吗？就在这儿说。妈今天气得一天没吃饭，我看着也着急。她嘴是硬，但你也知道，她这个人就那样。嫂子，你不是来送水果的，我就不绕弯子了。妈那边现在真有点撑不住，生活费一停，她立刻就慌了。你看修房的事儿先不提，钱你能不能先给她恢复上？不能。弟妹，妈年纪也大了。她年纪大，不代表我女儿就该受委屈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家里不能一下断成这样。你跟佳明怎么闹都行，老人那边总得顾一顾吧。嫂子，你来之前想好自己要说什么没有？什么意思啊？你前面说妈没钱了，后面说修房先不提，现在又说老人总得顾。你到底是替她要生活费，还是想让我继续给你们钱？我就是觉得凡事留一些。那你们给安安留了吗？从我带安安回去开始，谁问过她愿不愿意，难不难受？现在你们倒开始讲留一线了。行，那我实话跟你说，妈现在最怕的不是没钱，是你真离婚，村里人会笑死她。那就让她少管别人的嘴。行，我知道你的态度了。水果带走，我怕收了你回头说我又欠了人情。许经理，有位女士自称是您婆婆，说有急事找您。她不走，说今天必须见到您。你总算肯见我啦！你来公司干什么？我来问你，你到底想闹到什么时候？生活费停了，嫂子去找你，你也不理，你想要我怎么样？妈，逼迫您的人不是我，是您自己把路走成这样。我走成哪样了？我不过是说了句老吴先留给男孩，你就要翻天，谁家不是这么过的？那您去找别人家儿媳给您出钱，你就是故意的，你不就是想让佳明跟我离心吗？您想多了，我现在只想跟你们把账和关系都撇干净。你以为结婚是过家家，说离就离？你想过安安没有？她这么小，爸妈一离，她以后在学校怎么抬头？您别拿安安说话。我怎么不能说了？她是我孙女儿，我白疼她了这么多年。您什么时候把她当孙女了？疼到一套老屋连个角落都不愿意给她留。还有您今天来，不过是怕大家知道您盘算儿媳的钱给孙子修房。你别以为自己有几个钱就了不起，女人离了婚带着个女儿，日子有你难过的时候。那也比现在强。
还有，别再去学校附近等安安。您再去一次，我不会像今天这么客气。我就是顺路看看孩子，是不是顺路您自己知道。行，你够狠，那我等着看你以后有多风光。爸爸，我妈今天去你公司了？去了，她还去学校附近找安安了。你现在才知道？爸爸，奶奶为什么总来找妈妈？这是大人的事儿，你还小呢，别问了。去书房谈。你别把我妈想的那么坏，她就是害怕这个家真散了。她怕的是钱断了，名声坏了。你能不能别把人想的这么现实？要不你告诉我，她哪件事不现实？我今天看了你整理的账单，有些我都不知道。那说明你们花得太顺手了。我不是来跟你吵的，咱们离婚的事儿能不能先放一放？安安最近状态不对，也不爱跟我亲近了，再这么闹下去对她不好。你终于知道对她不好了。我知道之前是我没处理好，但能不能先停下，至少给孩子一点缓冲？给安安还是给你妈？我去跟妈说，让她以后别再提修房的事儿了。晚了。那你想让我怎么做？第一，不准再找我和安安。第二，老家房子的事你自己解决。第三，离婚按程序走，别再拖了。你已经决定了，没有商量余地了吗？下班前妈还给我打电话，她说实在不行就先不提老屋了，生活费先恢复其他以后再说。你看还在谈条件，你再跟我提这事，那就没必要谈。我没有，只是我们真离婚了，你有没有想过后面怎么过？你一个人带安安，工作又忙，你顾得过来吗？以前我一边顾工作，一边顾你们一家子，不也过来了？妈妈，拼图少了一块。妈妈现在陪你去找。爸爸，你还是想让我们去哄奶奶吗？我不想去。妈妈，如果你和爸爸分开住，我们是不是就不用再去奶奶家了？我不喜欢奶奶家。你不想去就不去。那我想跟你住。我不想再问别人我有没有房间了。以后不用问。房子的事停了，生活费的事能不能先恢复一半？他这几天一直在闹。你自己管。徐女士，您上次提供的流水和支出明细我看过了。您这边如果决定继续推进，下一步可以准备正式分居和财产梳理材料了。好，我今天下班过去签字。还有您先生，如果之后提出缓和或者拖延，您要想清楚自己的底线，别在程序上反复。晚上我回去，我们再谈最后一次。徐女士，协议方案我这边整理好了，按照您提供的流水和支出证据，房产分配、孩子抚养和补偿金额都能谈。您要是确认，我这边就发正式版。发给我吧。另外，安安的生活安排我也会单独列出来。您先生今天上午联系过我，他说了什么？没细谈，只问流程会不会很快。我说要看双方态度。妈妈，你看，我今天在学校画了一间小卧室，老师说每个人都可以画自己最想住的地方。那挺好。爸爸今天来吗？可能会来的，安安。那我先把画收起来，我不想让奶奶知道。没事的，她不会知道的。静雯，进来说吧。你要的条件挺清楚，房子按出资比例，安安跟你我的探视时间提前写死，连学费怎么分都列好了，省得以后扯皮，提前说清楚，这样效率高。离婚这件事能改吗？不能，离婚是板上钉钉了。安安这2天在学校怎么样？挺好的。他今天给老师交家长照片没跟我说，以前这种事儿他都会先来找我。现在他更习惯找我，因为他知道找你不一定有回应。
爸爸，作业多吗？爸爸，你今天是来签字的吗？谁跟你说签字？我看到纸了，上次你们拿这种纸的时候也说了很久。还没到签字那一步。我今天回了趟老家，院子里那些粮房的线和木桩我让人收了。妈一开始不愿意，后来也没再说什么。后面她问我事情是不是没有转还了，我没答上来。本来就没有。我这2天把家里的账也看了，我以前真没注意到你给那边转了那么多，连王丽娟儿子补课的钱你都给过。你不知道的还多呢。我知道，我现在看明白了，你不是突然翻脸，你是早就攒够了。协议我拿回去再看一遍，探视时间那条我想改成固定周末，不要临时约。可以让律师对接。你现在是真的一点多余的话都不想跟我说。你是不是已经开始看房了？是给安安准备房间吗？一定要搬吗？安安知道吗？知道，而且他也知道以后会有一间真正属于他的房间。我先走了。路上慢点。静兰，那间房你给他挑的时候，记得选采光好一点的。他写作业喜欢靠窗。妈妈，你真的在给我找房间吗？有没有窗户？我能不能自己挑窗帘？当然可以了，安安想干什么都可以。那我要月亮的，还有书桌要靠窗。知道了。爸爸刚刚是不是说这个了？那他还记得？记得是一回事，做到是另一回事。妈妈，那我们什么时候去看房？这个周末可以吗？可以。那我今晚就把想要的房间画好。弟妹，我就说一句，妈今天知道你们协议都出来了，气得把药都摔了。她让我来问你是不是非离不可。没错。你真不再考虑考虑了？嫂子，你要是来劝的，就别浪费时间了。那你们真离了，老家那边以后都不管了是吧？是的，以后都与我无关了。那妈以后怎么办？你这不是把担子全甩回来了吗？本来就是你们的担子。弟妹，你以前不是这样的。以前我也没看明白，现在我看明白了，不想再供养你们，是你们一直默认花我的钱，现在我不认了，仅此而已。行，我知道了。妈妈，我画好了，这个是窗帘，这个是书柜，这里我还留了一个地方。妈妈，我现在先不画可以吗？以后再画爸爸。当然可以呀，等以后再决定。这套2居室，南向次卧采光很好，学校和商场都近，您上班也方便。妈妈，这里阳光好好。小朋友要是住这家，光线肯定够。这里真的能放书桌吗？窗帘也可以换吗？可以，想换什么颜色都行。妈妈，我喜欢这个。第一套的窗户更大，楼下还有树，书桌也能靠窗。记得挺清楚呀。因为我想住呀。妈妈，我们以后真的会搬过来吗？当然会啦。爸爸，今天累不累？房子看得怎么样？喜欢吗？我喜欢第一套。喜欢就好。这是我这边重新整理出来的资料，房子的首付、月供、家庭账户流水，还有这几年转去老家的账，我都打出来了。分类很清楚，你给我这个干什么？你不是在整理证据吗？省得你再自己去找。你现在倒配合，你还有别的事儿吗？今天看的房子定了吗？要多少钱？这跟你没关系。我只是问问，以后我妈那边我单独负责，不会再碰那张公用卡。老家的事儿到我这儿为止。资料我收下，别的不用说了。我今天来也不是想劝你回头，既然要走到了这一步，后面的事尽量别拖。爸爸先走了。拜拜，再见。妈妈，我们还搬家吗？当然要搬。徐女士，您先生这次补充的材料很完整，如果按原方案继续，那我下周安排第一次正式沟通。好。佳明今天是不是去找你了？他是把账和资料都给你了？是。
他是不是也被你逼糊涂了？这种东西怎么能给你？妈，这是他自己的决定。什么他自己的决定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真要把婚离了，把这个家拆了你才满意？这个家不是我拆的。不是你是谁？房子不修了，生活费没了，现在还闹离婚，你还嫌闹得不够啊？就为那么点事儿，你至于吗？至于，因为我想明白了，以前那些钱是我愿意给，不是你们该拿。你什么意思？给家里花点钱怎么了？哪家儿媳不是这么过来的？那您去找其他人，我不想这么过了。你这是跟我算旧账，还让佳明把账和资料都交给你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办手续分清楚，收回给你们的钱，仅此而已。你别忘了，你今天能过得这么安稳，是因为有这个家撑着你。您说反了，是我撑了这个家很多年。您今天打电话不是来讲道理的，是来试试还能不能把我按回原来的位置。那我现在明明白白告诉您，按不回去了。还有，您以后有事找您儿子都别再来找我了。许静兰，我听得见，但您喊也没用。你等着。奶奶又打电话了吗？她是不是又生气了？那你也生气了吗？没有，妈妈现在不会因为她的话难受了。我们明天能不能再去看一看第一套？好，没问题。房东这边急着出手，价格还能再谈一点。如果您今天定，我可以帮您把家具清单也一起确认。妈妈，这里上午的太阳比昨天还好。最快什么时候能签？您要是定得快，这周内就可以。先别急，您慢慢看，我去楼下等您。妈妈，你是不是喜欢这里？我们就订这个吧，我不想再看了，我就喜欢这个。订房子不是买画本，得算清楚。妈妈这么厉害，你肯定算得明白。行，我算。你和安安是不是又去看房了？你不用知道。我刚从律师那边出来，协议和房子我都没意见。安安跟你我也不争。我打电话只是想问你钱够不够。我不是替谁说话，也不是想借这个谈条件。不用，我自己的事儿我能处理。那你要是定了，告诉我一声，至少告诉我安安以后住的怎么样。没必要，他会住的比现在安心。妈妈，我们要订这个房子吗？一会儿就去订。律师没问题的话，在这边签字就可以。徐女士，我去前台拿一下资料，您先接电话。弟妹，你今天是不是又去看房了？佳明刚去律师那边，妈猜到你那边要动真格了，我就想提醒你一句，妈现在真急了，你这2天别让他知道你要订房，不然他肯定还要闹。他闹他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是不知道，他现在已经开始到处借钱了，说一定要修房子，也不能让婚真离了。他借钱修房？不是，一半是说修房，一半是说手里得有钱，不能让人看笑话。我就是劝你一句，最近别回老家，也别刺激他。嫂子，你打这个电话是提醒我还是替他放风？我就是不想把事儿闹得更难看。已经够难看了，他要真有本事，就自己把局面收回去，别总想着别人替他斗。徐女士，您要是定的话，我先帮您锁房。安安，我们现在定吗？那我去走流程。妈妈，我们是不是有新家了？我今天晚上就想选新的窗帘。好好好，你先把蛋糕吃完。你先上楼去找周阿姨拿我放她那儿的快递。你还真去订房了？谁告诉你的？这你别管。你宁可自己买房，也不拿出来帮家里。第一呢，不是帮家里，是帮你填坑。第二，我花我自己的钱，轮不到你问。你是不是故意挑这个时候订房，存心气我是不是？你想多了，我没空围着你转。你没空？你有空找律师，有空看房，就是没空管我。您要是真想谈老人死活，我建议您去找您儿子，不是堵我。佳明现在都被你带偏了，以前他哪会这样跟我说话？现在倒好，账也给你，卡也自己收着，连修房都不提了，你满意了？这是他自己的事儿。什么他自己的事儿？还不是你逼的？我没逼他，是现实逼的。以前有我垫着，谁都觉得日子过得下去。现在我不垫了，
你们才知道缺口在哪儿。就算以前你出了不少，那你今天非要离，有没有想过安安？我现在就是在给我女儿留后路。你口口声声说为了安安，可单亲家庭的孩子就好过了，你真以为他以后不会怨你？你今天在这儿等我，是想说服我，还是想吓唬我？要是说服我省省，要是吓唬我也省省。你现在最该操心的是你自己说出去的话怎么收回来。还有，别在我住的地方堵我，你再来一次我直接报警。行，你有本事，那你以后别后悔。这句话留给你自己吧。收到。好的，知道了。徐女士，对方很配合，按这个进度，这周就能安排首次正式面谈。直接安排。另外，你那套新房可以写进材料，当做孩子固定居住的补充证明。明白，我会补上。房东那边答应再让5万，签约时间可以定在后天。您这边没问题的话，我就准备合同了。可以。这次不是替妈劝你，是替我自己。你放心，我今天不是来讲那些没用的。妈这2天一直在借钱，她不是借1、2千，是一开口就几万。前面说修房，后边又说要先把手里留点钱，不能让人觉得家里真垮了。现在村里都在传说你们要离，房子修不成了，她脸上挂不住。我今天来是想告诉你，你别以为她借得到，她现在开始打我的主意了。你拦不住。我怎么拦？他张口闭口就是，以前都有静兰顶着，现在静兰不管了，难道你们也不管？话都堵死了。所以你来找我是想让我再出一次钱？不是，我现在也不敢想这个了。我是想问你，周3你们要签协议是不是真的？真的。那你签之前最好提醒佳明，让他把他妈那边看住。他今天还跟我说要去律师那儿闹一场，反正不能让你们顺顺利利离。他知道地址了？暂时还不知道，但他现在什么都干得出来。我来是不想让他最后把事儿闹得更难看。你为什么突然跟我说这些？因为我也受够了，以前有你顶着，我装没看见，现在轮到他逼我拿钱，我才明白你为什么翻脸。我不是来求你原谅的，就是提醒你一句，你防着点。看好你妈，别让她去律师那边闹。谁跟你说的？王丽今天去找你，跟你说了什么？说你妈准备去面谈现场闹。我现在去找她。那是你的事儿，我只是通知你，周3如果她出现，流程不会停，我只会直接报警。我明天把妈接到我那边住2天，肯定不会出问题。徐女士，您好。您好。您放心，今天只是第一次正式确认和签署意向，不会拖太久。如果对方按现在的态度走，后面很快。那我们直接开始。这是我们的一个流程，首先是我们的一个保密协议，如果没有问题，双方可以先签这一版，后续进入正式流程。我不同意。妈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怎么来了？我再不来，你们是不是就真把这个家散了？这位女士，这里是事务所，请您冷静一点。我冷静不了，离婚是2个人的事儿吗？他把家里闹成这样，说离就离，哪有这么便宜？你还是来了。我当然要来，你想离可以，先把这些年家里吃的喝的，你婆家帮你的，佳明陪你的，全给我算明白。妈，够了。什么够了？你现在胳膊肘真往外拐了是不是？他都把你逼到这儿了，你还跟他签？不是他逼我，是事情到了这一步。什么这一步？只要你现在不签，他还能怎么着？你说完了吗？你别装的这么镇定，你以为搬个新房带个女儿就真能把过去抹干净？我不用抹干净，只是在结束它。前台，麻烦请保安上来。你们还叫保安？这里不允许无关人员扰乱流程。妈，跟我出去。你要是不出去，我现在就让人送你走。你敢这么跟我说话？我早该说了，是你把事情闹成这样的。证明你疯了！你为了他赶我？不是为了他，是为了别再丢人了。2位还继续吗？如果没有其他问题，可以签字了。好，第一步完成，后面正式手续我会再通知2位。今天这场是我欠你的。你欠的不是我，你欠的是安安，一个能让她安心长大的家。
徐女士，这边签完，钥匙明天就能拿。房东那边已经把儿童房的书桌留下来了，您要不要提前过去看看尺寸，好买窗帘？可以今天去吗？当然可以。我们现在就去。妈妈，书桌真的在。妈妈，我今天能不能先把画贴一张？当然可以。徐女士，后面水电过户我帮您盯着。您要是这周末搬，我可以顺便给您介绍搬家公司。好，麻烦了。妈妈，我们今天能不能晚一点回去？我想在这多待一会儿。快的话，这周末我们就搬进来。妈妈，我好开心。开心就行。妈住院了，怎么了？昨晚回去以后血压一直降不下来，今天一早就送去了。医生说情绪波动太大，妈一直念叨你。念叨我什么？说她没想到事情会到这一步，也说想见你一面。你是来通知我还是来劝我？都有吧。弟妹，我知道你现在心硬，但人都住院了，你去一趟总不算过分吧？我去了他就能出院，你就真一点情分都不讲？嫂子，你是不是忘了前几天他还去律师那儿闹，我为什么要去？还有件事儿，妈住院的钱现在是佳明在垫，他一住进去就开始问我和佳明生活费什么时候恢复，所以你绕了一圈还是来谈钱。我就是把实话告诉你。那我也告诉你实话，他住院也好，出院也好，后面所有事都找你们自己家人，别再找我。安安，慢点跑。我就送点吃的。不用麻烦，我们会吃的。那你们自己看着办。爸爸，你是来看我们搬家的吗？你怎么不进来？你要进来就帮着搬2箱，搬完就走。爸爸，这个箱子轻一点，是我的画。你进去以后，先看看窗边有没有风，别着凉。走了。妈妈，我刚刚没有难过。为什么要难过？因为以前每次和爸爸分开，我都会有一点，可是这次没有，我只想快点去看我的房间。那就够了。妈妈，你来看。不错，安安布置得很好看。正式手续时间定了，下周1上午。律师已经跟我说了，这是补充材料，你那边应该也有，但我还是送一份过来。还有妈出院了。还有事吗？安安呢？在写作业吗？那我不进去了，我就是顺路告诉你一声，妈那边以后我看着，她不会再过来。爸爸，我有自己的房间啦。我看出来了。我还贴了月亮，书桌也靠窗，妈妈答应我的都做到了。那你听妈妈的话。我本来就听。周一见。爸爸刚刚是不是有点难过？可能吧。那你呢？我不难过。那我也不难过。你好。你好。内容双方都确认过了，今天签完，后续流程就按正常进度走。后面的手续我会继续跟进。关于安安的探视安排、房款分配和后续支付义务，双方都已经写清楚了，希望以后不要再产生新的争议。静兰，我后来想过很多次，如果那天在老家，安安问房间的时候，我说一句不一样的话，后面是不是就不会这样了？会不会都不重要了？是，你现在连这个假设都不愿意跟我谈。以后安安那边我会按约定来，你不用防着我妈，她不会再插手。你管好就行。你把安安照顾得很好，至少我不会让她再去等一个永远在权衡的人。我先走了。妈妈，我想在门上贴个纸条。好呀。贴上吧。妈妈，以后谁都不用把我赶出来了，对不对？以后谁都不能了。先去把这几项补缴一下，
药带回去按时吃，情绪别太激动。多少钱？加上前2天检查和床位，一共6800，这还没算后续复查。这么多？你别什么都往卡里刷，回头账都乱了。我自己的卡。你自己的卡不是钱啊！你现在一个人过日子，手上更得攥紧点儿。这话你以前怎么不说？你什么意思？我住院还住出错来了？我没这么说。走吧。医生就是会吓唬人，什么血压高、情绪不能激动，哪有那么严重？要不是被你们气的，我能躺这几天？我跟你说话呢。我听着呢。听着你倒是表个态。你跟静兰那事儿到底还有没有回头路？没有。协议签了，流程也走了，你别再想了。你还真让他把婚离了？你糊涂啊你！她一个女人带着孩子，离了未必好过。你一个男人推她怎么了？只要你咬定不签，她还能翻天？妈，你到现在还觉得事情是签不签的问题？那不然呢？是我从一开始就没站对地方。又来了！他现在说什么你都信，我这个当妈的说什么都不对。不是谁说的多谁就对。你要真为我好，当初就不该把修房的算盘打到他头上。房子给谁你心里最清楚。她是你媳妇儿，家里修房她出点钱怎么了？再说了，给孙子怎么了？老陈家的房不给孙子给谁？那你就让老陈家的孙子自己修，别再扯上别人。这地方能住人？厨房这么小，连个像样的餐桌都摆不下，你就打算这么过？我一个人够了，你先把药吃了。我不吃。我问你，你真打算就这么让他带着安安搬出去，自己一个人窝在这种地方？那是我的事儿。你现在倒什么都成你的事儿了。以前家里有个出钱的好媳妇儿，你不知道珍惜，现在好了，什么的没了，你满意了？妈，你少说2句。我偏要说，他走之前家里哪样不是他出钱？现在拍拍屁股走了，你才知道日子难过了吧？那不是他的错，是我没拎清。你拎不清的什么？说到底就是他太会拿捏你。一个房间的事能闹成离婚，他不是早就存了心？不是一个房间。你是不是被他灌了迷魂汤？我现在说什么你都一句听不进去。不是我听不进去，是你从来不觉得自己有问题。行，我有问题，那你呢？你没问题。要不是你自己没本事，压不住他，他敢这么横。女人嫁了人就该顾家，他会挣钱是本事，可本事不是让他拿来跟婆家对着干的。你知不知道，你这句话就是他为什么一定要走的原因？他要走就走，我还不稀罕。可你是我儿子，我不能看着你被他坑成这样。谁坑谁？你住院的钱是我出的，你以后生活费也是我出，可你心里还惦记着谁回来给你补上，是不是？你是不是还想让我去求他？夫妻一场，真闹到这份上也不好看。你去缓缓，怎么了？缓什么？缓到他继续掏钱，继续给你兜底。是，我想他回来怎么了？他回来家里日子不就好过了？你现在住这破地方，安安也被他带走了，你图什么？我图一个清楚。你就是活该。对，我活该，你也一样。你今天给我转点钱，2万块。2万？我哪来那么多？你少跟我哭穷。你家这2年靠着静兰拿了多少？你心里没数？那也不是我逼他拿的。妈，你这话就没意思了。那会儿您自己不也觉得他有钱，多出点理所应当吗？现在出了事儿，怎么全赖我？你还敢跟我顶嘴？我不是顶嘴，是说实话。以前静兰在的时候，您一口一个一家人，现在人走了，钱断了，就轮到我出血了？凭什么？凭你也是陈家媳妇儿，家明现在都被他掏空了，我还能指望他什么？那就更别指望我了，我家也有孩子要养，房贷也得还，您别总盯着我。行啊，你现在也学会跟我算账了，你是想气死我是吧？是您先跟我算的。妈，静兰走了，不是我逼走的，您要怪就怪您自己太会算计。现在没了她，谁都别想再过以前那种日子了。办完了，安安呢？她没闹？她比你想的平静。平静什么平静？一个孩子懂什么？都是许静兰教的。你等着吧，等她一个人带孩子带不动，自然会回头。你笑什么？我笑你到现在还没明白，她不会回头了。你就这么肯定？那你以后怎么办？你一个月那点工资要还房贷，还有我这边生活费，你顶得住？顶不住也得顶，
以后你别再提让他回来的话，一次都别提。我提怎么了？他本来就是。他什么都不是了，他现在只跟安安有关系，跟我们家没关系了。结束了，给我打电话。爸爸，我来啦！给你点了你以前爱喝的。新房住的习惯吗？房间怎么样？习惯。我现在写作业的时候，太阳会照到桌子上。这是什么啊？给你的，你打开看看。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这个？你小时候房间里贴过月亮，我记得。爸爸，你以后还会跟奶奶住一起吗？为什么这么问？因为如果你们一直住一起，我去看你会不舒服。不会一直住一起，他住他那边。那就好。安安，以前有些事是爸爸做的不好。我知道。那你以后还会像以前那样吗？一定不会了。那我先信一半。为什么是一半？因为妈妈说记得是一回事，做到是另一回事。你先做到，我再信另一半。原来孩子不是没长大，只是以前我总觉得他不会记，可他记得一切。王丽娟，佳敏，一个两个都翅膀硬啊！